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很快的，我们就迈入到了5月份，也就是新4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新4月的事情。首先啊，这个新4月呢，可以看到辛是属阴的金，那巳呢本身有的一个主气是丙火，丙火呢是属阳的火。那我们在五行的关系里面，火呢就是克金的一个关系。那如果用形象上来描述的话，新饰啊就好像经过打磨、经过加工的一个首饰或者珠宝。那这个珠宝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但是本身呢是比较脆弱，经受不了太多撞击或者压力的一种首饰。那这个月份的能量我可以用一句话很好的来总结，那它就是闪亮物件症候群，我们英文叫 Shiny Object Syndrome。它代表的是人呢很容易看到有闪亮的东西、非常漂亮的东西就会想要去追求。那通常人们呢用这个词汇来描述我们市场上或者社会普遍大众，他们对一些新事物，对一些非常新奇、非常特殊、当下市场最热门的一个物件有一种要追求的欲望。所以呢，当你这样子去不断的追求最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导致那个人呢失去一种专注力，甚至呢忘记掉自己原本已经计划好要做的事情，或者呢你应该要去努力的一些事情。那这个人呢很容易就会放弃掉之前的计划，然后去追求当下最热门、大家最多人在讨论的一个事物。英文里面我们也是会有一个字叫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那中文的话，我可能就直接翻译说就是害怕没有跟上。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来帮助我们？其实就是锻炼自己，不要被这些外在的闪亮物件所吸引或者分散我们的专注力。你会看到呢，在这个月份会有很多的讯息，或者呢外在的一些事物来干扰你，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呢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训练自己，或者呢来问自己你现在在努力中的这个事物，你在为它付出时间、付出精力的这个事情到底是值得你去坚持的吗？那我觉得这个月份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锻炼自己，怎样不被这些外在的干扰去分散掉你的专注力。如果你可以成功做到这样子第一步的话，其实呢，你在这个月份就已经赢过很多人了。那如果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有专注力的人，那你就会问，我可以怎样再进一步利用这个新4的能量？其实呢，你就是用你的那个专注力继续打磨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更完美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新4呢，我刚才说就是比较精美、比较精致的一种珠宝，对吧？所以呢，它是要经过很多层的加工，不断的努力去优化它、去打磨它，它才会成为最好的状态。但是呢，因为这个珠宝如果你过度的去打磨它，你过度的用力的话，它其实也会容易呢坏掉，或者呢被你过度的加工而破碎掉这样子。所以呢，我会说适量的、适度的加工或者努力就好了。那第二个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呢是，那这个月有的吉星是蛮多的，八座、凤格、金鱼、解神、天解这几个吉星。那这几个吉星代表的就是你在这个月份呢很有机会把你自己的一个身份或者你的事业、你专注的一个事情把它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因为这个八座、金鱼还有凤格这3个呢，代表的都是升级，或者呢进入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小圈子，或者比较内部的一个圈子。再加上呢，我们这个月份也是算是太岁的月份，所以呢，所有的关注力都会被加大。那你做的一个事情如果是有价值的，
是值得被别人关注的，那你就得到最大的一个机会啊，去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但是啊，在这个吉星的加持下，同时呢，我们也有一堆的凶星。那我们的凶星呢，就有好像剑锋、傅斯、地煞、子背、血刃、浮沉这几个。那这些呢，通常啊都是跟着我们的所谓的太岁的能量是一起来的。因为呢，很多人啊，在这个太岁得到最大的一个关注的时候，他们本身啊就会乱了阵脚，不知道要怎么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关注，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压力，特别的容易出错、粗心大意。那这些的凶星啊，都会加大这些效果。所以呢，我会说啊，在这个吉星跟凶星这两个力量的影响下，在这个月份呢，安稳住自己的心，不被外在非常活跃、非常动荡的一个能量所影响。那你在这个月份啊，其实呢就已经赢了很多人了。那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利用的话，基本上啊，就是在呈现。再更加的呈现或者优化你现在原本已经在做着的事情啊，就已经非常的好了。那第三个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月份比较受影响的生肖，当然就是我们的蛇、猪、老虎还有猴子这4个主要的生肖。那蛇呢，不用说，因为我们今年啊是蛇年，再加上现在是蛇月。那2个都是我们所谓的太岁的能量在影响着你。那你的八字里面有蛇的话，无论是年、月、日、时这4个柱子啊，任何一个地方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生肖的话，其实呢都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是蛇的话，你呢会更加的烦躁。蛇今年是太岁，它有很多的这个能量，尤其是这些吉凶星，当它能量过度，太多干扰，太多，他这个人呢，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方法去引导他，或者呢安稳下来的话，那他就会感觉特别的烦躁，做事情呢也会比较没有耐心，比较粗心。所以呢，如果你是有蛇的话，记得要让自己安定下来。那安定下来的举动，你可以去打坐啊，去大自然户外走走啊，适当的安排一些空档或者休息的时间给自己，这些呢都是很好让自己呢比较可以安稳下来的一些行为。那第2个生肖呢是我们的猪。那猪呢跟蛇啊是相冲的能量。有猪生肖的人啊，他今年呢如果有任何要发生改变，基本上会在这个月份比较容易看到。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月份呢，就是在年尾亥月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你可能会想要有一些改变的时机啦。那如果你八字里面有亥，可能你现在就已经在思考着是否要辞职啊，要换工作啊，要换一个环境啊，要换一个做事方式啊，还是换你的一些想法都有可能。那我会觉得你只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比较轻松去应对这个新的转变的话，就没有事情了。那接下来2个生肖呢是老虎跟猴子，他们面临的一个情况啊，会比较偏向于情绪伤害，因为呢，它跟我们的这个4的能量啊，是一种刑，无恩之刑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你会在这个月份啊，会感受到别人呢不是那么的特别珍惜你的付出。他们会觉得你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要帮助他的。如果你的八字真的有寅跟申的话，那就放轻松一点。在这个月份呢，你只专注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不要想太多别人如何反应。只要你认为那个事情是对的，是值得你去做的，你去做就好了。那别人呢过后给你什么反应，给你什么评价，你暂时都把他们关掉或者忽略掉，那你就没有事情了。那额外的一个讯息第4个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月份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风水启动的时间。那只要大家呢按照这个荧幕上的这个时间，还有方向，还有方位去点燃
那个灯或者点燃那个蜡烛的话，你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月份比较好的一个能量来帮助你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话，那4个小时呢是点蜡烛，那如果你是用灯那种电子的台灯，或者呢你家里的电灯的话，那你就要开24个小时。好，那以上呢就是4个你需要知道有关新4月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逐步来分析10个日主在这个月份他们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如何最大化新4月的能量。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你就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哪一个啦。我之前呢已经有拍过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视频去看。那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日主，我们就事不宜迟。首先第一个呢，甲木这个月份来到的是正官还有食神的月份。甲木这个月份呢，他要做的事情就好像慢工出细活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现在呢有一个很好的能量，让你呢专注去优化，专注呢去慢慢的打磨你现在手头上在忙着的事情，或者在做着的一些事情，不要太急躁，要比较有耐心，比较缓慢，去注重一些细节，如何把那些小的瑕疵或者小的一些不足给它改善过来。因为我们的这个正官跟食神这2个能量呢，其实都是非常专注在细节，然后食神是可以很好的去优化一件事物，优化你的做事方式的能量。那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你是可以运用在你生活的任何方面的，可以是你的工作，也可以是家庭，你的个人的一个成长，你的一些想法，都是可以去运用这个能量来进行一个优化的过程。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七煞还有伤官的月份。那乙木这个月份走的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能量，因为我们七煞加伤官呢，2个都是非常的张扬，比较激烈的一种能量。它要提醒你的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一个情况，你现在所面对的一些问题需要你跳出原本的一个框架去思考，你原本在做着的一些方式，或者呢你不断在用着的一个解决方法开始有问题了，它需要你跳脱出来，用这个比较激烈的一种能量去冲击一些既定的事物。所以呢，乙木在这个月份要比较不害怕别人的眼光，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比较另类或者跳出框架的一些事情行为的话，别人会有异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对吧？所以呢，你们乙木不要害怕这样子的眼光，然后呢要准备去改变，准备呢接受一种新的做事方式，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呢就可以被你很好的去利用了。这是乙木。那第3个呢，我们就来到丙火。那丙火呢，这个月份其实算是不错的，因为有正财还有比肩，代表的是你这个人本身呢对钱会比较敏感，你对控制掌管怎样去管理赚更多钱，更努力的工作，这些呢都会比较有动力或者比较敏感一点点。但是呢，我需要提醒的是，你也不要被所谓的金钱迷惑了你的内心，或者让你的视野你的视线呢变得盲目了。就好像你看着一个非常闪亮的东西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会被它闪眩掉，对吧？你的眼睛呢会看得不清楚。所以呢，我会建议丙火呢，在赚钱的同时，你也要多专注在自己的事情身上。这个自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完成的事情，你可以改变的事情，你应该要做的事，或者呢要去照顾或者要给予关注的事情，而不要只是呢专注在这个事情可以给你带来多少的钱。简单而言就是你要专注在你应该要完成的事情上，而不是这个事情可以给你带来多少的金钱回报这样子。好，这是丙火。那第4个呢，我们就来到丁火。
丁火走的是偏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丁火啊，这个月份啊，我会建议真的要非常小心你的花费或者花钱的一个习惯，因为呢，我们有偏财跟劫财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代表啊，就是你这个月份啊，突然间觉得钱呢是可以拿来进行大冒险的东西。所谓的大冒险啊，就是你好像要去赌博，要去赌一把，要把这个钱呢放出去，让它带更多的钱回来，然后是非常不理性或者超出你可以承担风险的一个范围啊。只要大家更加留意在这个月份你们花钱的一个习惯，懂自己的钱到底是用在哪里，花在哪里的话，那你应该呢就会很 OK 了。那你要如何更好的去利用它们的话，其实呢是可以专注在把钱花在未来有回报的一些事情上。因为毕竟啊，偏财呢讲的是一种机会，它是希望未来会赚钱，有一种机会在那一边。那我会觉得呢，你把它投资或者花在一些未来啊会给你好处的事物上，那是最好的。那这些事物啊，可能就包括了我们可以购买一些课程啊，报读课程，去买一些书籍，甚至带你的家人去旅行，这些呢都是很好，对未来甚至对你现在呢都会有帮助的一些消费，总比你花在一些不知所谓的事物上，对吧？好，那第5个呢，我们就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伤官还有偏印的月份。那戊土啊，这个月份呢，你们需要做的是依照或者呢遵循你们内心更多的直觉去做事情。这个直觉啊，通常呢会指引你去创造一些价值啊，或者呢创造更多一些东西给其他人。因为大家想象啊，戊土本身就是一座很大的山，对吧？那很多时候呢，在这座山里面，我们看到山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它哪一个地方呢是最有价值的，对吧？我们不知道呢哪里的资源是最丰富的。那这个月份啊，它给你的提示呢，就是要用自己的一个直觉去指引你找到自己最有价值，或者呢你可以输出，你可以创造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当你啊可以这样子多相信自己的直觉，跟着自己的直觉走的话，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月份最好的一个能量。那当然伤官呢，它也代表的是改变一些东西。如果你要用这个直觉啊去改变你生活上的一些事物的话，一些做事方式的话，也是可以的。好，这是戊土。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食神还有正印的月份。那己土这个月份需要做的啊，就是要去深化你的知识的基础。这个知识的深化是可以在你生活上任何一方面的事情都可以，它可以是在你的工作，你现在处理的一个岗位，你的生活、家庭这些呢，也是可以有一个知识的深化。因为有时候啊，我们人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当我们在做事情、在工作、在家庭里面的话，我们忙于只是做，对吧？我们比较少思考自己呢，在这方面的一个认知是到什么程度。所以呢，如果啊，你可以给自己一点的机会，可能呢去探讨一下，这个事情它背后呢，是不是我可以学习更多，或者去了解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或者技能的话，那我会做得更好。可能有一些人啊，在家里他跟他孩子的沟通，每一次呢都是用同一个模式在沟通，那这个模式啊不一定呢是最理想的方式。所以呢，你这个月份啊，可能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去学习一下，到底要如何跟你的孩子有一个更有效的沟通，或者呢，去理解你每讲出一句话，它背后呢，是不是出于某一种的动机啊，或者呢，你说话的模式啊，有时候啊，我们没有觉察、没有意识的话，我们也会讲出很多很有问题啊，或者很伤害别人的一些话，对吧？
所以呢，这个月份啊，就是可以很好去进行一个这样子的学习，怎样去改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断的去输出的一些事情。输出就是好像我们的工作，或者呢，我们跟别人交流，负责家里的一些事情啊，人际关系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不断在输出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就要用这个知识来改善这个情况。那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庚金。那庚金啊，这个月份呢就会比较的混乱一点点，因为呢我们有劫财还有七煞，这2个呢也是非常的比较鲁莽、比较冲撞、比较激烈的一种能量。那所以呢，再加上庚金本身啊，做事呢都是会比较直来直往的这种方式。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啊，我真的会建议你们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言行，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你的语气啊，你的态度都要多留意一些。不然呢，你就会很容易啊跟别人呢产生一些摩擦或者碰撞。如果你自己的生活啊现在呢是很停滞，没有改变、没有变化、没有动起来的一个状态的话，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其实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好事，因为呢它会让你这个非常停滞的状态啊动起来。不过呢，如果你的生活啊已经是非常的活跃、比较动荡，或者很多事情在发生的话，那我会更加的留意，让这个月份的能量不要影响你太多，反而要懂得引导更多的这种能量去正确的一个行动上。因为啊这些能量呢，只要来到这里，你都会接收到。我们的这个月份呢，会过得好还是不好呢？还是取决于你如何去运用它，你如何去引导它去一些对的地方，或者对你有帮助的事情上。那庚金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这个月份呢是比较激烈一点，那你们要更加的懂得如何用这个非常动的能量放在你要的一个目标上。好，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辛金。辛金走的就是比肩还有正官的月份。那辛金啊，这个月份非常的简单，你们只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自律，一种好的习惯，培养一个好的做事方式、生活习惯，这些呢都是这个月份帮助你去做的。那如果你要去运动，你要健身的话，也是非常的适合。总之呢，他讲的就是所有那些来规范你自己，让你自己呢变得比较有规律，比较有纪律。好像你说我这个月份呢要去跑步15次，每2天就要去1次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呢其实是一个很好去开始的一个月份。或者呢，你说我这个月份要把我之前的一些坏习惯改掉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是呢，我要多建议的是，辛金啊，在这个月份呢，也不要过度的锻炼。有些人呢，会特别的喜欢好像虐待自己或者折磨自己的一种感觉。他呢，如果还要去健身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自己呢操到非常非常的过度，或者非常的累。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算不是我来提醒你，可能你们自己的健身教练也会跟你说，其实这也不是正确的方式。那辛金啊，这个月份也是要多留意，不要让自己呢过度的操练，或者呢过度的给自己压力。我们要有适当的压力，但是不要过度，不然的话呢，辛金啊也是很容易就会破裂或者产生很多问题的一个情况。好，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正印还有偏财的月份。那壬水啊，这个月份做的事情呢会比较特殊一点点。它其实啊，就是你要去观察，去重新思考啊，你现在手头上有的一些资源，或者呢，你所知道的一些讯息，你懂的一些知识，要如何把它们
更好的分配在对的地方。那这个所谓的分配啊，其实呢就是要把它们放在让他们的价值可以真正发挥出来，或者呢会给你产生一些金钱的回报，让这些好像之前啊在闲置着的资产啊，或者你所懂的一些东西啊，可以更发挥他们的价值，帮你赚更多的钱回来。那可能有一些人啊就会问我说，如果我没有任何的投资，没有任何的资产，那我到底要怎么让它可以更加的帮助我赚钱？那其实呢，正印啊，它代表的不一定只是你的一些资产，它更多的是你懂的东西，你拥有的一些知识，你用的一些资讯，或者呢你身边有的一个人脉，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被你利用，让它呢产生更多价值的东西。只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那英文的话，我们就叫 monetize， 要怎么把你的知识，把你所懂的东西去 monetize 它。那你可能可以做的啊，就是可能写一本书啊，把它做成一个小型的课程啊，做一个简单的列表啊，一些清单啊，是可以帮助别人的。那你同时呢，就把它拿出来卖给其他人。那这些呢，都是一些例子啊，你们可以呢去思考一下要怎么做。好，这是壬水。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偏印还有正财的月份。那癸水啊，这个月份呢，就是要去探索新的一种做事方式，尤其啊是在你如何管理时间，或者呢管理你手头上的一个资源的方式。但是呢，我会认为啊，这样子的一种探索呢，也不要太过度。因为呢，如果癸水啊加这个偏印呢，有时候会很容易的失去一种关注，失去一种专注力。所以呢，你们应该做的是更加的专注在你现在的手头上要完成的事情。那你专注的把每一项事情呢都去完成它。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呢可以保持一种比较灵活或者呢比较开放的态度啊，去想我到底呢可以怎样更快速、更容易的去完成它。但是呢，你们不要只是停在那一个思考或者呢去探索的一个阶段，你们呢还是要专注在真的去完成它，真的呢要把它做出来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只是呢，你们可以有一个额外的空间或者一个方法去思考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方式。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啊，在这个新4月他们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